大家好啊，这里是人的一家。最近呢有好几个观众留言，想了解德国 UX 设计师的薪资待遇。OK， 今天我们就来起底大揭秘啦！为了给你一个全面的了解，在说具体的工资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聊一下德国的薪资组成，然后谈一下工资背后的一些潜规则，最后我们再说德国设计师一年到底能赚多少钱，税后工资又是多少呢？记得看到最后啊！另外，本期内容呢都是结合我们所听说的与网上搜集到的资料，不代表这些都是我们的工资福利啊，不要带入到我们身上，所有信息仅供参考。在德国，每个公司发放薪水的方式各不相同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最普通的，也就是12薪，一年你会拿到12个月的收入，这种就不需要解释了吧。第二种呢叫做13薪，也就是一年发放13个月的薪水。这个是怎么操作呢？一般就在年底的时候呢，公司会发放双倍的工资。要注意的是呢，这多出来的1个月的收入被分成2种情况。那第一种情况呢，这第13个月的收入叫做 Weihnachtsgeld， 也就是圣诞奖金，公司自愿发放给你的，让你过圣诞节买礼物的嘛，有点类似于国内的年终奖吧。但是呢，你一年当中要是没干满足够月份，或者年底前离职，或者有的公司是第2年的3月前离职的话，这笔圣诞奖金你是要退回给公司的。具体要看每个公司的合同了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正儿八经的13薪了，就算你没干满1年就离职，那第13个月的工资呢也会被拆分，按你已工作的月份发放给你。那顺带一提，德国一些有工会的大公司有一种 Tarifvertrag 集体协议的工资形式，是一种极其稳定的工作状态，相当于有工会罩着员工，每年呢都会获得稳定的涨薪和涨假期。不过我们认识的设计师朋友中还没有谁是这种合同，所以今天这里就不细聊啦。除了刚刚说的12薪、13薪这些白纸黑字写入合同的打体基础工资呢，有的公司还会有各种浮动的 bonus 奖金。第一种呢就是和公司效益挂钩的 bonus， 比如今年公司效益非常好，那员工每个人呢能拿到自己年工资的10%的奖金。假如今年公司盈利一般般呢，员工拿个就2%的奖金吧。如果今年公司效益很差，那员工拿个0%。第二种呢是特殊的 bonus， 比如今年有一些德国公司的效益在疫情期间反而逆势上涨，为了鼓舞员工呢，公司会发放每人1500欧的 Corona bonus， 而且是免税的哦。要知道德国的税是出了名的重，免税这2个字就可以让人两眼放光，就和天上掉馅饼差不多。不过呢，这种 bonus 可遇不可求啦。第三种呢，就是有些上市公司会发放自己的股票给员工，这个就爽歪歪了。要是你在处于一个上升期的公司，股票可能比你的工资更值钱了。当然，股票的持有买卖条件都有各种规定的，这个具体得参考每家公司的细则啦。第四种就是交通补贴，你乘坐公共交通的话，买的年票在有些公司是可以报销的，也能省去一大笔开销，也是变相的补贴。如果公司和家离得比较远，一年可以省下好几百欧元呢。第五种呢，就是代金券，有些公司会每月发放几十欧的商场或餐饮代金券或者充值卡，这些钱呢你不能提现，但是可以用来消费，去餐厅吃个饭啦，去超市买菜啦，商店买衣服啦，电器城买个电子产品啦，给车子加个油等等。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底薪、奖金、股票、补贴的形式，如果只谈月工资是不是不太全面了呢？所以一般你和公司商谈薪酬的时候，是以年收入为标准来谈的。此外呢，和公司还会谈到的是工作的时长。普通情况呢，全职工作是40小时一周，有些机械行业的公司呢是35小时一周。所以平凡工资的高低啊，不光看年收入，有时候还要换算考虑下每小时的收入哦。除了干活拿工资呢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的是带薪假期。德国法定的带薪假期是24天，也就是说一般公司最少给你一年24天的带薪假期，而一般大一些的公司呢会有30天左右的年假。有一些公司呢还会随着你工龄的增长，给老员工一点点更多的年假哦。总结下来呢，德国的薪资包含固定的年收入、奖金、股票、各种报销、补贴、工作时长和带薪休假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工资背后的一些潜规则。人往高处走嘛，作为打工人，我们肯定想去工资高的地方工作。在德国呢，类似的工作，但在不同的行业，薪酬待遇都是不一样的。那高薪酬的行业有哪些呢？医药医疗，比如蔡司、西门子啊；机械，比如 ABB；汽车，比如宝马、奔驰；互联网软件 ，SAP、Google、Amazon。哦，对，这些硅谷大公司在德国也都有办公室哦。还有金融科技，比如 Wirecard、Interhype。
哦，不过 Wildcard 已经倒了。那这些行业的公司呢，都能开出超高的工资，对于设计师来说呢，工资的天花板应该也差不多在那里了吧？那其他行业呢，同样的设计岗位，工资相对就会逊色几分了。所以有机会就去找这些行业的工作吧。当然，工资越高呢，对于员工的要求也就越高了，竞争也是很激烈的。第二点，说完行业，我们来说说公司的规模。一般来说，同一个岗位类似的工作呢，在大公司能开出的薪资是远高于小公司的。根据 Stepstone 的数据，10000人以上的大公司的平均工资比全德平均工资高了27%，5000到10000人的公司呢，比平均工资高17%，1000到5000人的公司呢，比平均工资还是要高12%。通常情况下，拥有自己产品的公司，俗称甲方公司，开出的工资要比几十人的事务所咨询公司，也就是乙方公司，或者呢 startup 创业公司开出的工资要高。投资人堆在屁股后面撒钱的独角兽 startup 例外啊！我之前提到过，我曾经在只有几个人的 startup 工作，干活超多，但是工资低到令人发指啊！外管局对于这么低的工资，连签证都不想发给我，而且。大公司在工资以外呢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和好处，比如有食堂低价餐啊，甚至免费午餐，能在公司提前打个疫苗等等。所以去找大公司的岗位吧。当然，凡事也不能绝对，也有那些工作条件、氛围和环境极其诱人的事务所。好，聊了这么多，那么在德国 UX 设计师到底一年能赚多少钱？税前税后又是多少呢？重点来了。这篇文章是我们在 Medium 上看到的欧洲版的2021 UX 薪资表。从我们了解的情况下来看呢，还是比较靠谱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 UX 设计师在欧洲不同城市的工资概览。我们就聊一下德国吧。在柏林，一般 UX 设计师年薪可以是45000欧元到6万欧元 ，Senior 级别呢62000欧元到77000欧元 ，Lead 级别可以拿74000欧元到83000欧元。在慕尼黑，也是我们生活的城市，生活成本更高一些，工资也稍许高一点。一般 UX 设计师的年薪是46000欧元到65000欧元 ，Senior 级别呢可以拿62000到77000欧元。Lead 级别可以有74000到83000欧元。工作机会也很多的地方，比如说汉堡，一般 UX 设计师工资是43000到6万欧元 ，Senior 级别是6万欧元到74000。那 Lead 级别呢是74000欧元到83000欧元。这篇文章还涵盖了 UI 设计师、产品设计师、UX Writer、UX Researcher 的工资。我们会把这个 Medium 的链接放在评论区，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开仔细看一看哦。前面提到了，生活成本不同呢，各地开出的工资也不太一样。关于各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呢，大家可以在这个的网站看看，对比对比。比如这里显示，慕尼黑的租金呢比柏林要高33%，租金以外的生活成本呢高13%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啊。哎，看到这里还不要关，我们还没有说完呢。刚才说的全部都是税前工资，你们知道德国扣完税和保险，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还剩多少吗？我们来算一算啊，这样你也能有个更具体全面的了解。我们打个比方啊，只是个比方啊，你是一个干了好几年的 UX 设计师，一年拿6万欧元吧，12薪，那换算成每个月呢是5000欧元。如果你是单身，在德国拿一级税卡，扣完收入税、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医疗保险、长期护理保险。最后剩下是3046欧元，被扣了39%啊！要是你某个月工资里还包含了奖金 bonus 的话，这个税收的会比普通工资更高啊！真的是高福利高税收啊！如果对这些福利的具体好处有兴趣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呐。虽然税收高呢，但考虑到20-30天的带薪休假、平衡的工作与生活，还有超长的产假陪产假，在德国工作还是挺开心的。当然啦，前提是在一个好公司工作啦。那人乐一家的工资收入到底是多少呢？不告诉你呀。那此外呢，在德国工作后呢，我们也学到要不断磨练更新自己的技术嘛，做一个高效的打工人。我与雇主的交易就是我的时间，活干得越久，意味着我的每个小时就变得更加的廉价。好的打工人不看谁加班更多，而是看谁能在更短的时间完成任务。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这里是人类一家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分享、点赞、评论、留言、发弹幕哦。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周5再见了 ，Goodbye。在录吗？在录吗？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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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录。